大河滔滔，比书中记载先要宽好多倍啊！天色还早，怎么没个渡船？顺着河道走，找到官家渡口，自会有渡船。说得对，大河一般都官船摆渡，大的渡口一般都设有金令。既是官家渡口，想必是有酒喝的。你就知道喝，那怎么着？我还得让那个金令给你炖2只鸡啊！最好不过了。你是金族？正是。起来答话。官船从对岸回来还得1个时辰，天已经快黑了，不想晚间乘船，可先住下，等明早再走。着急的话，也没办法。唉，私家民船不可渡河。为何？前隋炀帝时，洪水肆虐，河面比6朝时宽了至少3倍，深度更是莫测。尤其是那河心窝附近村里的渔船或偷偷做摆渡生意的私家船，多葬身其中。想死就去找民船。请问河心窝是怎么回事？漩涡就在河心，有人说是水急风高所致，也有人说是因为下头有凶手作祟。不管是水急风大还是凶兽作祟，我问你，官船为何就更安全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说的凶兽，可有人见过？我没见过，全当我胡说。诸位要是不信，就往前去寻民船渡河吧。若在此等官船，需要卖掉马匹、牲口。这又是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何？官船渡人不渡马，其他牲口更不行。还更不行。哎，我这驴跑的也不比马慢呐，而且还是深县县尉所赠，他怎么就被你低看一眼呢？渡人，凶兽不一定来扰。若船上有马匹、牲口，那可就跑不了了。凶兽爱吃牲口，那照你这么说，凶兽袭击渡船的事儿是发生过的喽？附近的渔民船家，谁家没有衣冠冢？哪月不沉几条船？对了，上个月就有个巡边的监察御史着急，不登官船，结果害得船家和他一起被凶兽吃了。行吧，行吧，等会儿就等会儿。哎，那儿正好有卖酒的，嘿嘿。买酒之前先去卖马，不然官船到了可不等。马匹不能渡河，这是老规矩吗？老规矩啊，少说也有20年呐。怎么不舍得卖啊？我给的价可不低啊。哎，那我们渡了河，到了对岸，那马容易买到吗？容易，这码头上都有卖的，不耽误开路。哦，掌柜的啊，
掌柜的，这有头驴，大概能出好几十斤好肉呢。好啊！啊！你们买我的驴就为杀了吃肉啊？那既然卖了，怎么处置你管得着吗？那不然你自己骑着，百里之外有渡口摆渡牲口。走。快，来几坛好酒！干什么呀？你嚷嚷什么呀？酒没有，佛陀3文钱1碗，加汤1文。哎，没酒你挂什么酒幌子呀？佛陀，你要不要？不要谢我了啊！伙计，你的酒馆里为何没有酒？就是卖没了。掌柜的上货去了，明天才能回来。你看，老飞，让你的酒虫忍一忍，先填饱肚子吧。5碗博托。5碗博托。先前的大河没有现在这么宽啊。这些陡峭的怪石，如今应是都沉入河底了。若是如此，这千重渡还真非同寻常。我怎么看着那个人身形那么熟悉呢？老费，你去看看。哎，嘿，真是你啊，玉帝！这，就算我们问路卖马耽误了些时候，你也不能在我们前面呢。20多里路呢，就凭2条腿，莫非你真是日行800里？我只是侥幸走了近道而已。啊，哈哈哈哈！各位也要渡河？是啊，还在那儿呢。哦，石头饼都给您烤好了，您看够不够？够了，帮我装好。哎，多谢。这玩意儿好吃吗？给您一张尝尝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那就多谢了。尝尝。这饼还挺好吃。好吃。店家，拿酒来。没有。吾乃监察御史，买你的酒喝，你怎敢说没有？没有就是没有。博托3文钱1碗，加汤1文钱。你要是不买的话，我就熄火了。那就来碗博托，快上！监察御史，别又是个假的吧？你说什么？你是吓唬谁呢？我是看你这鼻青脸肿，也没带着随从，他就不像一个监察御史吗？前方路过一个雪窝子，雪厚路滑，随从不慎跌入谷底，摔死了。我也受了伤，如此而已。莫非你也去了那魔家店？正是，那荒野逆旅，很是可疑。本官急着赶路，无暇细查。伙计，给些水喝。伙计，给我也来碗水。
什么水？又苦又涩。大河之水就是这个味道。你要是不爱喝的话，可以不喝。岂有此理！你发脾气也没有用啊，我们这儿就只有这种水。不过，博托汤的味道倒是好一些，所以加汤才要收钱呢。你，这么难喝的水，你居然……我觉得尚可呀。回来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有酒你不卖？这是一坛陈年老酒。陈年老酒？是掌柜自己留着用的，不让卖。那不让卖你还偷喝？你给我！不给。费叔，你先回去坐。你先回去坐。阿兄，你喊我什么？阿兄啊！从刚才一进门，我就觉得你长得好像我家阿兄。你说真的？哎呀，硬的，真有你的！伙计，把这收拾了啊！好嘞。哎，伙计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本店就剩这么一坛老酒，已经被这几位客爷买走了。您要是想喝的话，除非他们请您喝。你不是说没酒了吗？怎么又要打人呢？哈哈，好酒啊！诸位，我手中这马鞭，请诸位过目。若是觉得还算得上是宝物的话，就允我一杯酒，可否？马鞭能算什么宝物？哎，那要看是谁的马鞭。我的祖上曾在淝水之战中，率8万北府兵，一举歼灭了苻坚的90万大军。这马鞭当年为苻坚所持，终为我祖上所缴获。苻坚的马鞭，可算宝物。御史是谢玄将军的后人。没错，我乃陈俊谢念祖，受朝廷之命，西域巡边，途经于此。哦，来，你的马鞭我能看看吗？东海永固，苻坚自永固，袭封东海王。这刻的字儿倒是对上了。嗨，字对上就能说明它是六朝之物啊！不信？你凡夫俗子，不宜前手。你3番2次挑衅，你是何用意？六朝名士之风，将作旷达之期。我不与你计较，我只与尔等同桌饮酒，不计较，不计较，不计较。哎，你得了吧你！我是知道住在乌衣巷的王谢世家，但那是六朝的事。现在这旧时高门，谁还认得？没错，按今之流俗，世人所推，没有我乌衣子弟。但那崔卢李正4姓，
多平庸之辈，靠门阀入仕，无军功而晋升，却言养自高，不与他姓通婚，虽偶有通婚，也是多所嫁财。这些人岂能入我魏晋旧门的眼中？这事儿你能忍？御史是吧？这碗酒啊，敬御史祖上谢玄、谢车骑，在淝水一战成名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否则我等皆沦为异族奴隶。敬我祖上。多谢。御史刚才所说的一番话，并不是全无道理，但是四姓中也有国家栋梁、见危受命者。御史一概而论，恐怕不妥吧？没错，我们这儿就有一位。兄台莫非在这四姓之中？哼！我看你眼熟，我们定是在长安见过。你确实记错了。我的这碗酒，敬谢安谢太傅，既建立了不朽的功业，又保持了名士的风度。人生完美如此，华夏有史以来唯此一人矣。要敬，要敬。这碗酒，我敬陈俊谢氏，敬那有永续之才的谢道韫。遥想夫人当年神情散朗，雅致飘逸，真的有竹林之风。那是。就请御史替夫人满饮此杯。御史以祖辈为光荣，说明骨子里有极强的荣誉感。此番前往西域，一路辛劳，随从不幸丢了性命，御史却能马不停蹄。我相信到了西域，定会忘却疲惫，兢兢业业，细致考察当地的官员和将领，彰显我大唐御史慧眼如炬的神威。想不到在这千重渡，我谢某竟遇知己，多谢。好酒，沁人心脾的，非这陈酿的甘美，而是小姐的祝愿。伙计，人在呢。这些吃喝，都由我来请。这不合适吧？兄台这是看不起我？嗨，不过是几碗薄托，一坛子酒而已，不值几个钱。那个王谢世家，他虽已衰落，但是风骨犹存，很有气魄嘛。这真的不需要。伙计，结账。官船虽已返回，可太晚了，不如明日再走吧。那怎么行？重任在身，耽搁不得。哎呀，何心窝凶险，万一谢某入仕之日，即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你这老金族何须废话呀？哎呀，那行吧，执意夜间渡河，出了事可不能怪我。请吧。这是干什么？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，留作抵当。您只要写下姓名、官职、营生即可。真是麻烦。
抬上来，抬上来！抬上来，抬上来！好，放入底舱。诸位，在下乌平，专管这条官家渡船。夜间风大，还请诸位进舱内休息。船上备好了干净的水，与码头上那些苦涩之水截然不同。啊，有水喝啊！真有飞客！哎，你上去做什么？不怕颠簸把你甩到河里？不怕，我喜风凉。再说我东西多，也怕妨碍各位贵客。巧了，我也喜风凉。哎，真是一艘好船，居然跟书中描述的有几分相像。书？哪卷书啊？啊，今夜月明星稀，天气也好，你看，月亮多亮。我上次去，已是500年前。你去过哪儿？月亮？那是前尘往事。好，你跟我说说，那月亮上到底有什么？哎，别告诉我是吴刚在砍树啊！月亮是由7宝合成，有的地方极明亮，那是日头照到它的突出部所致。只是月亮也需修整，每年至少8万人才能干活。说疯话呢吧？老先生全当我说疯话就好。得，我还是下去吧。我跟你在一块儿，我瘆得慌。开船了！哎，确实甘甜，虽不如酒，但是比渡口那个水可好喝多了。哎，诸位，谢某性子急，待会儿下船就直接买马，然后连夜向西，就此跟诸位先行告别了。小姐一句慧眼如炬的神威，谢某身为监察御史，定牢记于心。谢御史客气了。可惜没有酒啊，举酒道别，才有那个劲儿嘛。以水代酒又何妨？能相逢在这大河之上，也是缘分。来，我们共饮此杯。说得好，喝。还有我，嘿嘿，来。河心窝快到了，诸位坐稳扶好。我倒要看看这个河心窝到底是什么样的。这水应无事，我用永安丹试过了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怎么也……酒，细菌没喝酒，应该是酒的问题。酒。少禁令，那个穷酸没喝酒，把他枉了。枉我？把那个监察御史抬出来！你们干什么？
放心，先不会宰你的。我喜欢这个，美人儿，我娶你吧，一辈子我都做你的阿兄。别着急呀，你就老老实实的睡会儿吧。这个没喝酒的，待会儿就归你们了。谢谢少金令。看这肥瘦，最多出3-50斤好肉，还不够我的鱼塞牙缝的呢。住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啊！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啊！尔等假借官传之名，做此等谋财害命之事。谋财？少令爷，我可看不上钱，今天非得宰了你们，不能怪我，只能怪他。谁叫他是监察御史呢？可你为何没被我的迷药迷倒呢？谢绝，来，邢九柱，先救陆凌风。鲁莽，乃新任云顶县尉，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？看来今天只能先宰他喂鱼了，他比较壮实，能多出几斤好肉。杀！还不想？想？本少金令就没有学过这个字儿。前方就是核心窝，你们就等着死吧！走！陆县尉，快把我放出来！老弟，这是在哪儿啊？大河之上。怎么回事？谢某何故如此衣冠不整？这还是我帮你穿上的。关平尚在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就睡着了呢？还睡着了？你是让人迷翻了！大家小心！核心窝！郡谢念祖监察御史，西域巡边，
返天庭。这怎么还有一个？儿子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比天庭可凶险多了！你这说什么呢？这是，船夫都跑了，这样下去，我们恐要葬身大河了。都回来了。是，一个都不少。那怕什么？那几个人不被甩到河心窝里，也得喂鱼。爹，他们有些本事，我的迷药竟然没有迷倒他们。天下之大，有点本事的人不少，不过总都得死。待风平浪静，大河之上寻船去便是。对了，那船上有个疯子，还自称玉帝。英雄，你重伤未愈，要不先歇歇吧。伤口有点疼。哎，娘娘，你的伤也才好，不行就歇会儿吧。皮糙肉厚，本就无事。苏无名，你别逞强了，快去歇着。这船好像稳了，咱们是不是已经驶离河心窝了？现在方向正好，漫长的旅行已经开始。漫长的旅行，既然已经驶离了河心窝，那到达对岸1个时辰还不够吗？你还愣在这干嘛呀？赶快上去，调整帆的方向，速速靠岸，我还要赶路呢。急什么呀？你我既然先前并不相识，如今同船共度，这景象
我怎么觉得越来越熟悉？你不觉得自己怪？发此问者，无知。我叫玉帝，郁闷的郁，阿帝的帝，叫此名字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。前尘时，我就是玉帝，天庭之主。完了，疯了，疯了！刚上船的时候，他就说他去过月亮。那年，天庭走失了白雀，它是只神鸟，且是祥瑞，得知可成大事。我下令彻查，才知白雀已经下凡，被渔阳俗子张坚所得。我便乘龙车降临人间，欲捉回白雀。不料那张坚诡计多端，假意热情款待，和白雀一起将我灌醉。到了我的龙车，直飞上天庭，假冒我的身份更换了百官。从此他张坚成了新玉帝，而我只能流落人间。这玉帝啊，你这在我等脱困的，他不会是个疯子吧？我说玉帝啊，照你这么说，那白雀很让人怀疑呀。你也这么看？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啊，有2处漏洞。一呢，你失去龙车就没办法回天庭，这说明你这个玉帝本领不太大呀。二，那张坚登天以后，顺利的就更换了百官，那说明百官似乎没见过你玉帝的真容啊。嘿嘿，没错，这2个漏洞你怎么解释啊？那都是前尘往事，我哪还记得那么清楚？哎呀，莫要再胡言乱语了，赶快想个法子，尽快驱船到达对岸吧，好吗？你这个急脾气的监察御史，也该倒了吧？还有你们，这艘大船终于是我的了！我的乘此大船顺流而下，直入大海，扬帆远航，遍至天河。天河与海通，近时有人居海主者，年年8月有浮茶，去来不失期。人有其志，立飞阁于茶上，多积粮，乘茶而去。这是6朝章华博物志中的记载，看来玉帝对这本书也是烂熟于心啊。你若不是装作被你的迷香迷翻，还不知道你竟妄想夺取大船，妄图驶向天河，你这个疯子！可是我所用之迷香乃是老恩师所授，很灵验的呀。你那个老恩师也是个在山里修行的疯子吧？跟我这个老神医比，他能比吗？我打过鱼，诸位若信我，随我统治底层奋力华强，定可脱险。好，御史起来。多少有些坏，不得不防啊！还请御史协助苏无名一探究竟。你是苏无名啊？他是陆流光啊！
难怪我一见面就觉得二位眼熟。我在参天楼的时候啊，见过二位，那会儿我站得远。行了，别喊行了。行，我全听二位的。老飞，明白。不就是迷魂散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老费在长安鬼市混了几十年，我要没点破解迷药的办法，我还能活到今天吗？啊！你带我们划出核心窝，逃过一劫，我本对你心存感激。可你却走火入魔。你还真觉得能驾船入海，直入天河吗？此我所愿也。可惜重返天庭之时，被尔等所误。博物志中确实记载大海与天河相连，可那不过是志怪之书，所记不过是神话传说罢了。怎么，你居然当真了？当然是真的。你有没有践行过？如何知道是假的？那我问你，为何要在这千重渡上船呢？千重渡啊？那是隋朝时才改的名。此渡口本名仙人渡，书上说欲出海直达天河，必须从这里上船。哎呀，那这么说，你读过的书比我还杂呀？只是，你如何知道我要夺船？你那放血之法一看就是邪术。不过那石头饼确实是好东西，可百日不腐。可这一路上既有官家驿馆，又有私人逆旅，你一个旅人需要买那么多石头饼吗？我不得不承认，你确实有点本领。我们相遇的地方到渡口，少说也得20余里吧。我们骑马，你跑着，你居然先到了，还提前订购了石头饼，又吃完了一碗薄托，你是跑得真快啊！让你最终露馅儿的，其实是上船之时。真有飞阁，立飞阁于茶上，多积粮。这船上刚好建有阁楼，你是觉得天意助你夺船出海？我是不信这个传说，但驾着船能直上云霄，故事倒着实奇诡美丽。是啊，太美了。可惜被你们救了。我本不想杀人，但我不会让重回天庭成为泡影。当玉帝的凡人，只能去死了。只能去死了。如雷锋。回舱里去，小心伤着。哎哎哎哎！哎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？没人出去帮忙吗？我们若是帮忙，岂不是给玉帝脸了？哎，你还真是急脾气。完了事儿，卢县尉自会叫我们。御史，来，过来喝水。来，御史放心，没事。
事的。行了，出来吧。这也太快了吧，水还没喝完呢。哎呀，早知道你是个疯子，罗凌风就不应该把你从网里救出来。要不是我，船早都翻了，你们都得葬身河底。嘿，他，谢御史，您看此人应该如何处置？哎，苏兄、卢兄，二位在京师赫赫有名，全听二位的。那不行啊，苏明如今啥也不是，白衣之身啊。罗某也只是云顶县尉，赴任途中不可跨境办案。此人在河上欲夺船行凶，该怎么处置，还得御史定夺。待大船靠岸，送至当地官府，必是死罪。只是。是什么东西？苏明，他外地的，我也没见过呀。传说中，陆地上有4不像，这水中有一种凶兽叫5不像。我看它的爪子像巨蟹，还有触角。水中之物为何会有翅膀啊？还有蝎子一样的尾巴。破者，鲨头、蝎尾、蟹爪、章鱼触角、蝙蝠翅膀。我想起来了，这就是书中所记5不像。破者，你这时候想起来他叫啥有什么用？他是要吃人的。
舱有肉，我们抬上来喂它。好，好，快！驴肉，他把我的驴宰了。宰驴应该就是为了喂它的，快点吧！奶奶的！救我！哎呀，前面的那个小码头荒废了，这地域图上标注，这离千重渡还有40余里啊！我需就近寻找新的渡口过河，西行上任不能再耽搁了。他们第一个要杀的，好像就是你这个急着去巡边的御史啊。对呀，你忘了那个老金族让咱们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，留作抵当。您只要写下姓名、官职、营生即可。他那就是在确定御史你的身份呐。没错，本来我等应该是平安无事的，都是因为他那个监察御史，才险些命丧大河。对了，我听您说，前2人监察御史皆未如期到任，不会是？有何不会？我看肯定是过千重渡时葬身大河了。这要说呢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但是我们不能再耽误御史西行了。只是他们的行为过于古怪，比如渡船不渡马，但这收马的价钱又压得不是很低。他们要那么多马干什么？哎呀，人家谢御史着急西去建功立业，说这么多都没有用。哎，非也，既有诸多可疑之处，焉有失察之理啊？如此甚好，只是要想把这伙贼寇一网打尽，光凭咱们几个恐怕得借兵。借兵？御史，请看，从这里下船，到这个何塞守捉城不足20里，请御史亲往，向这个守捉使借些兵来。这个事儿，他别人去不好使啊。哎呀，可是这20里地又没有马，要耽搁多少功夫啊？更何况这天色即将大亮，那伙贼人要是到大河之上寻船不见，他定起疑心呢。谢御史说的对，当务之急就是要快。哎呀，我区区20里，我一个来回用不了多大功夫。造福的，还不就是这芸芸众生吗？经历此劫，这个玉帝应该已经脱胎换骨，我信得过他。老金亮，叫唤什么？回来了，船回来了。爹，我还没有派人去巡船呢。我也没有。
何人驾船而来？不知道，不过船头好像站了一个人。老金族年纪虽大，但眼神却像鹰隼般犀利。没错，看着就不像好人。今日他们就得到了5匹马，而且轻而易举。这日积月累的，他们会得到多少匹马？造反！卢献美，你觉得？为社稷安危，必毁千重洞。爹，那个家伙好厉害，我们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取我弓箭。你老了，力道不够了。尔等听着，我乃新任韩州云顶县尉卢凌风，缴械投降者，从轻发落。畜生！好大的口气！杀了他！真有风险，宗明，不会又让你猜对了吧？加把劲儿吧，方向没问题，很快就能靠岸了。上！加把劲儿，马上就能靠岸了。别放开啊！义兄，你们就放心让卢凌风一个人啊？领导，要不辛苦你上去帮帮卢凌风。上船抓人！你这般武艺哪儿学的？太稀松了吧？还想做我阿兄？你配吗？我插死你！老秦，请看。尽数拿下！
谢御史真是急脾气呀！你不等审完罪犯再走吗？我虽为巡边御史，但是审讯罪犯不行。苏卢二兄皆为县尉，又在大理寺做过少卿，那自是行家。这是谢某的亲笔，作为朝廷的巡边御史，我允许卢兄审理此案。经此磨难，我方知西行之路艰险万千，也许前路还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，甚至奇奇怪怪的案子。有了此信，卢兄方可相机而行，破获诡案，击杀贼寇，直至云顶。哎，老谢，你有这个权利吗？还真有，不过要用项上这颗人头去担保。卢兄乃是范阳卢氏出身，与苏兄同为嫡公弟子，信得过。我愿意用这颗脑袋去保。多谢谢御史。谢兄啊，你真的要带玉帝走？那是，搬兵的路上已经谈妥。你不怕他带你回天庭？不怕，玉帝执念已消。这么有把握？不然的话，在搬兵的路上，他就可以把我扔下，自己跑了呀。有道理呀。这个人呢是个奇人，他跑得比马快。此番西行，他为我牵马抵消罪责，未来谢某建功立业之际，也不会亏待了他。哎呀，如此甚好。谢兄与玉帝相互成全，可喜可贺。大胆老贼！这名册之上，共有5位监察御史被勾，可是被你等谋杀。要杀就杀，啰嗦什么？既如此，我只好先斩后奏了。来吧。爹，慢着！莫杀我儿！我说，爹，我曾犯死罪，幸得燕国公救我性命，让我戴罪立功。可惜，燕国公为朝廷征战到60岁，却被诬陷下狱，含冤而死。你知道是谁诬陷他谋反吗？就是一个监察御史，小小官吏，3言2语便置忠臣2将于死地，可恨呐！你是黑齿长枝的部下，正是。燕国公确实死得冤，闻其逝者，无不扼腕。但那是天后之时的事，朝廷也已为其平反。闭嘴！我今日杀了你，明日为你平反，可乎？燕国公罹难是在永昌元年，而你第一次谋杀监察御史是在高宗年间。你在这儿信口雌黄，是想借燕国公之冤，为自己减轻罪名吗？你可知我当年为何犯死罪呀？谋杀监察御史。对呀，那又如何？我曾祖父就是监中都的禁令，我祖父、我爹曾经也是，就是因为来了一个监察御史，也不知道怎么没把他伺候好，他就上书朝廷，关闭了监中都，结果我爹就当不成禁令，一怒之下他就宰了那个御史，他活该。
那位监察御史上书关闭千重渡，可是因为何心窝？是又怎么样？你这小女子怎知陈年旧事？诸位是不是还记得，他曾说过，前隋炀帝时洪水肆虐，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3倍，深度更是莫测。卢县尉，请看这幅古画，应是大河涨水前所绘，河心窝可能是这些怪石所造成的。水中漩涡多种多样，江河水道在急拐弯处最易出现。若此画记载的是大河涨水之前的景象，那么这些怪石如今必沉入河底，它们的存在会挡住水流的去路。被迫退回来的河水又遇上后面涌入的水流，再次冲向这些怪石，可还是被挡了回来。如此这样，进而又退，退而又去，来来回回的水流只能原地打转，形成漩涡。哎呀，喜鹊，你不仅对画上之物过目不忘，亦能洞察山水之道啊！真是让人佩服。河心窝乃涨水所致，但那河中巨兽，可是你所养？是又怎样？我第一次遇见他时，他身长不过1丈。不对呀，你们碰到我爹养的鱼，竟然能活着回来。如此说来，多年前建议关闭千重渡的监察御史，才真是慧眼如炬。可惜，被你谋害。他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的家族，我杀他无悔。报！卢县尉已查到私藏马匹共1052匹，同时捕贼727人，弓箭、刀枪、唐槊锤等兵器共1000余件。这是明细，请您查阅。这是什么？尔等隶属什么组织？谋反属何人指使？你少吓唬我爹，我爹是不会回答的。要杀就杀我吧，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。会主。